第3天，大毛越战越勇，前面各种不利因素总不会磨灭他对下一竿的希望。中午，一尾鱼儿咬上钩来，大毛提竿中鱼。你看这鱼劲真大嘞，难怪他们有劲，真的是有劲。哎呦，这真的有劲嘞！你再有劲也不行啊！连着！哎呀，第一尾鱼，好，放生了。叫你爸爸来吧啊，来个大一点的。连日在安徽辗转做钓，虽然有所斩获，但是素以游钓为宗旨的大毛并不想在迷地长久停留。结束了在安徽做钓的游钓中国节目组，继续向西南大地进发。我们今天早晨大概5、6点钟起来就上高速了。离六盘水吧将近1200公里。我们是从湖南出发的。因为我们经常在这个游钓过程当中啊，一天跑个1000多公里属于正常。因为它这里啊山路不是很好跑，虽然说是高速，也走了一定国道，有的地方在修路，包括它的这个很多这个隧道啊都是限速的，所以呢今天跑的也很慢，现在已经差不多11点了还有10多公里可能就到六盘水了。我们去年这个车子是去年买的嘛，已经跑了5万多公里。说起来很多钓友不太相信，说我们片头上说一年钓200天鱼，200多天鱼，行走5万公里，真的是开有这么远。现在车子已经是55000多了，就说我们大概一年差不多将近要5万多公里是应该要跑了。因为正常的我们转一圈回来的话呢，大概在2个月的时间，一般都是在15000到2万公里之间。所以游钓中国完全是跑出来的。因为现在你要不跑的话，你在一个地区，其实说心里话，在安徽，我也想把一年这52期也好拍，但是大多数时间你算一下，5万公里，我就一天开1000公里的话，我有2个月的时间在路上就天天开，我差不多要开2个月。所以我们可能很多钓友不理解我们说1周1期可能还是慢了，其实我们完全都很尽力了，整个摄制团队跟我们一起几乎没有休息的时候，从去年3月份就跑到12月份，今年差不多3、4月份又出来了，一直在跑。六盘水市位于贵州西部，气候凉爽清新，素有中国良都之称。然而，生活在中国良都的钓友们却热情似火。接到消息的众多当地钓友，凌晨时分就已经在高速路口旁等候多时。你们这样，我有点受宠若惊啊！不好意思，让你们等到现在啊！老师，真的让你们等到现在。我是刚才就是给人家发链接的钓鱼协会的副秘书长。哦。这是我们的钓鱼协会的。你好，老师。你好。哎，欢迎你。哎呀，来。欢迎你到我们六盘水来。哎呀，谢。不是。这个我是人生第一次接到这个花。哎，好，我把我的第一次献给你了。然后我们到住所去，先到住的地方去，然后我们再坐下来。好。坐下来，我们的良都的一个小吃。好，谢谢。那你们带头，我们跟着，好吧？哎，好。真的是感受到了这个贵州的钓友的热情，真的我有点受宠若惊的这种感觉。这再疲劳再累，现在已经不累了。
经过18个小时、1200公里的长途跋涉，大毛已经疲惫不堪。然而，当地钓友对我们的到来热情欢迎，让大毛兴奋异常。和早年一同参加竞技比赛的老朋友们相见，都让大毛在感动之余倍感温馨。熟悉当地舆情的钓友们周全地为我们选择好钓点。在去往钓点之前，大毛决定根据钓友们描述的舆情采购部分饵料。这会儿来了哈，1号不新嘛，2号香。哎，这个现在呢，我们都是以这个为主，这个为辅啊。另外还加点这个草，这个黄豆草。那草还挺好用，哎，对吧？哎，草挺好用。因为它那黄豆剂好用吗？黄豆剂呢，我们这始终没有什么很好的钓鲫鱼的地方。哦。早先说这个我拉实的。哎。所以我们来有时候还是要问问当地的，你们在人家常说的一方水土养育方人嘛。对。哎，没有一款万能的饵。没有。哎，所以我们一般我们到当地的时候呢，也还是问问当地的钓友哪些饵在当地的水域。大家用的多了，就像调汤一样，到最后就变成像原汤颗粒一样。对。就是加点饵，可能效果马上就很明显，对，就会好一点。哦。补充完装备之后，当地钓友带着我们前往臧科江凉风洞码头。这次我们将要去的地方是被当地钓友们称之为“红包包”的一处钓点。由于行车不便，大家将装备放到船上，大毛坐在快艇之上，看着周围的美景，不禁想起自己老船长的身份。现在我们可以换绑了，你坐过来吧。我也是老驾驶员了。在最早开这个船的时候，还是在花亭湖。在花亭湖，我们办那个枯钓比赛，72小时枯钓比赛，我一直在开这个船。后来中央五拍那个《掠食者》和这个《大鱼征服者》，阿贵啊、严景泉啊，我们在一起，天天是开船送他们。不，他们等今天不动啊，明天。如果说基竿呢，钓这里钓3米水都可以，在这一个位置都可以。这个地方哈。对，大草鱼全是从这里出的。全从这儿说。对。3米左右。那一片可以吧？ 3米左右。那是就在棚子上钓吗？如果你钓深了还不吃，我跟你说。深了还不吃。对。不是他在棚子高头够不到吧？用手竿钓够不到吧？手竿钓你随便钓2、3米没问题。在棚上。在棚上钓。对。啊，这里有7天。那边可以不？太好。他们老师。啊，7天了。对。那个位置太艰苦，连电都没有，还要跟他商议，因为我们拍摄要充电，看能不能我们临时拉一根线让我们充电。只要能充电的话呢，就是可能我们拍摄在这块艰苦是艰苦了一点。抵达钓点之后，询问钓棚老板，得知这里落水十分严重，近日连续7天渔情都很不理想。听闻消息，大家情绪显得低落。但是大毛觉得耳听为虚，眼见为实，不下竿一试，怎能知道渔获如何？第2天一早，大毛根据自己的经验开始准备工作，看看这里的鱼饵是否吃钩。我们今天到的这个是贵州的六盘水，严格的说，这一块呢，应该是六盘水跟新义的一个交汇的地方。当地人好像叫这什么红包包，我也不知道，红包包就红包包吧。他说他们7号线、8号线都经常就是被这大的草鱼能拉断，所以这里面的鱼还是力量还是很大。我今天一来的时候，我就拴了一根通线，拴了一个6号的通线。既然有草鱼嘛，我们还是开点草鱼饵吧。狂稻草准备用50%的狂稻草。用30的草釉，因为草釉应该还是属于广谱钓什么鱼都可以用，鲤鱼草鱼用20的金龙鲤，金龙鲤呢它是奶香，
吃今天饵货的很简单，主要你是看针对什么鱼。其实说心里话，如果是鲤鱼啊、鲫鱼啊，别的鱼进窝子，它也是一样吃，也是一样吃，会吃这个饵。云南、贵州这边呢，小罗非还是比较多的。有时候我们一会儿还是要收点水，用这个米质铀收点水。收一点水的话，让它粘度再大一点。这个饵的水比是1比0.9，你自行吃透水，醒个2、3分钟。哎呀，旧时候还是把这些包装袋的垃圾带走。我们可以拿这个米质铀像粘粉一样一个早粘，因为这个米做的这个饵料呢，经济池里面非常好用，但是在我们在休闲的时候就是饵的粘度不够，或者小鱼有小鱼多的话，或者水深，它把饵料，一个是饵料的粘度它可以增加粘度，还有另外一个呢，它这个米饭做这个饵料呢，它在水里面非常的滑，它的入口性会很好。少量撒一点就可以了。我今天呢用的是只6米3的黑坑版的剑五里，这个杆子呢就是腰力很好，在我们休闲在水库包括黑坑这杆子应该都挺好用的。这个杆子主要是腰力好，用了一只4号的漂，熏鱼的4号酷漂。这个漂呢就是它的特点是，一个是漂尾亮，还有一个是上面这3末是加粗的。所以抛出去看得很亮漂尾。我今天还是用单钩钓，因为它这个地方我能看到，云贵川这边，尤其他们这些水库底下都是很多树，你能看到这个对面这个山形上面，整个都是枯树，它的地下很多都有树在下面。它有树在下面的话呢，我们是用双钩的话，尤其中鱼，它容易就是一中鱼以后，这个鱼它肯定是往障碍物上走。走到障碍物地方，另外一把钩子只要是挂到底，这个鱼就肯定会切线。先钓上几竿，钓上几竿吧，钓上几竿把窝子续一续。我一会儿来，还是不死心想钓它的鲢鳙，但可能是准备的很充分，但是呢，这个鱼可能还是它的生活习性可能有点变化。因为我曾经记得他们有人到美国去钓这个叫鲢鳙，它整个的生活习性，它的食物链整个都变了，因为它的水域也不一样，它的生活习性也不一样，所以它等于它吃什么我们都不知道了。手竿做好准备之后，大毛依旧不想放过较远的水域。这次大老远过来，可不只是准备了这点礼物。一个个二龙打入水中，手竿抛竿齐上阵。大毛对这里的鱼饵可是准备周全。然而计划总是赶不上变化，午间的垂钓开始下起了雨。下雨了，所以我赶紧再打一竿下去。现在打下去可能也不会吃，但是我总觉得竿子在水里面比在岸上要强，在水里面它就有50%的希望，所以打一竿下去。手竿暂时不能钓了，打一竿，我竿子往后拿一点。他们这边只要一下雨的话，就会刮很大的风。今天还不错，没刮风。昨天尤其前天的风特别大。下午大雨降临，豆大的雨滴砸入水中，垂钓也变得难以进行。户外野钓各种因素的变化，不仅是对钓鱼人钓技的锤炼，也是对其信心的考验。来，有了，来，好，回来，好，很麻烦太滑了，这个太滑了，全景。哎呦，又跑，
又好了。是连着是吧？连着。就是这个地方太滑了，我站不住。哦。夜晚专注手竿的大毛迎来一个咬口，但是脚下湿滑的木板还是让鱼儿逃走了。第3天，大毛越战越勇，前面各种不利因素总不会磨灭他对下一竿的希望。中午，一尾鱼儿咬上钩来，大毛提竿中鱼。你看这鱼劲真大嘞，难怪他们有劲，真的是有劲。哎呦，这真的有劲嘞！你再有劲也不行啊！连着。哎呀，第一尾鱼，好，放生了。叫你爸爸来吧啊，来个大一点的。这2天一直都不好，我们来的时候就跟当地钓友就联系了，而且我们也看了天气预报，一直在下，昨天整整下了1天，而且前天罗店嘛离这不远，罗店好像大风啊，把棚子刮倒的都死了3位钓友，因为云贵川这边啊，它很多都是住在棚子上，它这边一旦有风的话，风会很大。风会很大的话呢，就是一个是影响钓鱼，还有一个它就是一下雨的时候啊，还是气压低，气压一低的话，这些鱼就不肯开口。我也是昨天下了1天嘛，昨天我夜里10点钟差不多开始雨停了，我开始钓的，碰到几个都是连着，所以今天我还是想钓连着吧。它这些鱼啊，好像感觉到明显能感觉到。它的生活习气好像有点改变，就是我们真正去钓它的时候呢，还不一定好钓。我昨天一来的时候，没下雨之前我就把饵笼打下去了。它这个地方的鱼可能还是跟水域有关吧，因为我现在还不是很了解，可能还得有一段时间的摸索了。它的真正用这个水怪用饵笼去钓它，效果不明显。而且现在要用手竿再钓，再用抛竿钓的话，我们时间可能不允许了。今天我准备钓一下，钓得好，钓得不好，可能我们都要赶往下一站了，因为没有时间了。有机会我可能还会再来一次，专门用抛竿去钓它。都说这边的鲢鳙用饵笼钓不上来嘛，我还是想准备好了，准备充分一点啊，把饵料啊，包括这些配件啊，这些辅助的这些东西啊，多准备一点。什么时候来住上1个星期，专门来钓它的鲢鳙。几天的等待，终于迎来了目标渔获，形成的压力也让大毛对渔获的渴望愈加强烈。面对寥寥的鱼口，大毛更加细心关注每一个漂向。来，找，来，这个大，太大了。哎呦，好了，狗可能有问题了。狗没有问题，这是铆的，这个不是钓的，这个是铆的。哇，太猛了！这个是铆的，这个不是钓的。来，还是白鲢。还是白鲢啊。真漂亮，这个鲢呢在水里面能看到，感觉到这花水这块都泛红，这水质太好了，这个水质，鱼都泛红啊。我刚才说来鲢子了，因为在这前面冒了一个泡，我看到了。它这个鱼啊就不够大了，我昨天那条大的，第一条真大，直接钩子就拔直了。
你看它的花水啊，跟别的我们池塘钓跟水库钓不一样，它的花水啊是红的，你看在水里面能看到，非常的清晰。你看，哦，这条比那条大一点，难怪了，难控一点。这条比那个来，曹王给我，没事，这一下就可以喽。哎呦呦呦呦呦呦呦！哎呦，这个鱼进的还是真的是好了啊，准备。哎，对，好，慢慢的，哎，对，抓的，哎，这条你家有多重？你家6斤多不止啊，孩子，6斤多就不止了。再加8斤还有点谱。你看花水在水里面看的是红的，这个花水啊。你是谁子还是台啊他标红的？好，4.3、4.4。这我想差不多嘛，你想，你想你不，你还去掉这个，去掉火差不多8斤嘛。你想8斤往有点谱吗？8斤还有点谱嘞。好嘞，哎，他不打招呼就走嘞。这条鱼明显在水底啊，斤量就比那条鱼斤就要大多了。下午4点，一尾像样的渔获终于上钩。大毛几天的守候没有白费，钓友们口中的巨物虽然没有钓到，但是初次来到这里收获的喜悦，还是让大毛十分欣喜。夜晚，这次垂钓本已接近尾声，然而一个异常的咬钩成为了出乎意料的收竿鱼。哎呀，这就我的钩子这样放下去的时候啊，可能像小鱼啊、小虾子了。你看，啊，好了吧？真的是空钩。我在撸漂嘛，我的漂钓，我感觉到我这个漂，这就想起来我跟老冯有一次中央府，我跟老冯啊，打了个抛竿，他收竿子回来，这就叫惊喜。来，我用钳子夹着一下，这个是幸福来的太突然啊，我有点不习惯。哎呀，好了，让你走吧。哎呀，